接下来是一个填空题，就是你要分别说一下，你觉得男高、男低、女高、女中分别是最什么的声部？哇，好有意思啊！最什么的，用最有点太绝对了吧？4个声部是怎么样的声部啊？那先说男低呗。我觉得男低是最有趣、最扎实、最感性的一个声部，是最无畏的声部，最有魅力的，最有特色，最飞跃的一组。就是你不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进步巨大吗？男低声部是最努力、最搞笑的声部，每位老师就是各有各的幽默，最气氛组，也最努力吧，我觉得，因为他们确实太难了，男低很难，尤其我觉得男低最难的是在一些很燃的、很嗨的歌里面，你又要唱着低音，你还得嗨，这一点我也能共情，很难，但是真的很努力，但是也很气氛组，他们真的蛮搞笑的。我们声部是平均身高最高的声部。他们是最高的声部，虽然男低，但是他们很高，让我觉得是那种保镖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说，这种保镖感，然后又是贝斯嘛，他们就很稳，很坚实又可靠的男低。我觉得男低的话是他们花活儿最多的，他们很多邪修，然后每次那些邪修就是听着很离谱吧，还真是有用，还真是能够派得上用场。我有邪修法，就是纯情。你倒过来念青春，你的青春，哎，哈尔滨你就记哈尔滨，这个呜啊，母猪，哈利波特，哈姆雷特，你起个调，雨哎，是不是？男低是最反差的声部，因为刚开始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个人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候，感觉就是很哀、很严肃、很正经，然后一说话都暴露了各种搞笑的潜质。抽象的声部，男低是最抽象的声部，最抽象的声部，每个人的精神状态我都很羡慕。嘿，我弹唱的。让我们过。红家比公忙不公，红家比红家的红家比红。没有，我觉得男低声部为什么最抽象呢？因为男低声部真的，我觉得其实我这个对于这个低音来说的话，其实你看似它简单，其实它很多歌都不是唱的主旋。其实如果唱不好，真的容易抽象。而且我们大家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男低声部的这个，大家都是各个真的是完全就是分裂的不同的这个人的感觉，然后性格各方面也是。队长严琦，一个梗王队长，然后带着一个叛逆的说唱歌手，然后和一个超级 i 人的 i 人男孩，东北饶舌歌手，抽象的歌手，然后再加上嘚儿不拉几的一个很嘚儿的 pop。你不觉得这种组合就很抽象吗？我说的不太好听啊，其实就是说明我们真的都是有自己的，真的都有自己的很在行的东西，但是把我们这所有人拉到一个团队来做合唱，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疯狂。对，我觉得我们是疯狂、抽象都可以。男低的话，他们会给人一种最像热血漫画的主角班的一个班，因为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声音也好，性格也好，但是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很和谐，然后又会碰撞出来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出现在街头的任何一个角落，然后他们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然后你会觉得这都很合理，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自由。是一个很有颗粒感的声部。首先，我们的声音很有颗粒感，每个人有非常鲜明的个性，以及有自己的表达，这个颗粒度也体现在他们的性格上。那当我们汇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在这个合唱当中，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
有这种沙粒感的这种，像起到一个基石一样作用，就觉得很好吧，能够跟大家相遇。它像一座山，像一座山，我们背靠大山好乘凉，我有靠山的感觉。男低就是一块石头，男低是一个像石头一样的声部，因为首先我们是贝斯地基，我们只有垒的足够，才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安全可靠的不同的这个叫什么不同的声部的和声。我觉得男低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声部，它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它需要拖住我们整个合唱团，他们是力量的代表，他们需要拖住很多东西。男低其实是属于托底担当，我们声音浑厚的声音在下面铺着，从我们一直拖后腿到我们完成的很棒，以致有一次投票，竟然我们男低没有被投出去。我们是一个虽然凑起来不怎么低，但努力成长让自己变好的一个声部。男低声部是进步最大的声部，因为他们确实是从第一期的将军令拿到最后1名之后，我觉得是一路逆袭的状态，以及到最后我们阿卡贝拉考试的时候，那个老师专门点了男低声部来唱，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表现都可以得到老师的认可，我觉得那一定是进步最大的。艰辛，男低的每一个人受到的声乐训练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完成到这儿，要付出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还要管协调，还要怎么样，所以他们能够到这儿，一定是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所以他们才能够 OK。所以我觉得他们最艰辛。那你觉得女中声部是什么样？最适合声部？自己评价自己好难受哎，怎么评价呢？我想点好词儿啊，我想想，吊儿郎当也不是，我们也挺认真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奇奇怪怪，可可爱爱，想不到什么，官方一点形容词呢？最。嗨，你这题给我难倒了。她是最女中吧？她是最体面。换一个。女中是最有反差，没什么反差，我们大家还蛮表里如一的。我想想啊，最融洽，行吧？这个词很体面吧？我觉得女中声部是，最拧成一股绳的一个声部，中坚力量。每一天那个五个人都是在一个整体，没有办法分开。女中我觉得是最有团魂的声部，最有团魂的声部。我觉得我们女中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团魂的，什么是群像，我们非常有团魂。我们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莫名的就是5个人在一起就很合。不知道哪里出来的一个团体，然后每个人其实长发的长发，短发的短发，我们是一种不被定义，就是感觉世界由我们做主的一群女生，有态度。我们5个女中太有态度了，节目组要 hold 不住了，有时候魔丸来着。你们遇到我们5位魔丸，算是你们完蛋啦！姐姐们比我更难控制。我颁发给我们最疯，因为女中绝对是这4个部门里最疯的，真的。我觉得很少应该有综艺节目里面女生比男生疯，但是经我观察和我这几期节目看下来，我真的觉得女中是最疯的。女中是不是说是女，就像那种解放天性的时候得疯，女中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候也会很疯。Hey guys， 这个突然很像那种 Hey guys， 就是 Oh my God，Hey girl，I love your nails，I like your hair。Cheers，Cheers，Yeah， Come on cheers guys，girls，Yeah， 我们好密啊。最野生声部，就是他们给我一种野蛮生长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来排练，我们女高化着妆来的，女中全是把口罩戴在脸上，然后戴着墨镜来的，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感觉。哎呦，太酷了吧！没人通知我，什么意思？不是，你们谁说群通知了要戴眼镜是吗？没有，因为懒得放眼睛了。因为爱自由，所以可以允许自己野蛮生长，一生向阳。我觉得女中是最江湖的一个声部，就是他们那种，就是我们女中怎么地，就
给人感觉很江湖义气那种感觉。就是最中的中的声部，最活跃的声部，脑洞最大的声部。我最开始对他们的初印象，我是会觉得女中很酷，但后来你会觉得女中其实都很中二。有一次他们自己，这个叫阿卡贝拉，我们在那当麦的那个微样版演奏，人体乐器版。这边老骂人，这边太脏了。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脑洞真是怎么想到的呢？怎么寻思的呢？你就会这么觉得。我觉得女中是一个特别有性格、特别酷、特别稳定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且行事果断，然后在每个细节上都要做到完美，也是有自己态度的一个声部嘛。女中声部是最个性的声部，最不一样的声部，最有 style 的声部，最青春的，因为他们就是活力满满，随时都是一直保持一个高能量，就是很洒脱呀，帅帅的。哦，不是，帅帅的。女中其实是他们是最难的声部，他们的难点就在于他们有可能有的时候要很高，有可能就很低，所以他每次都吐槽这个自己的音域谱子写的又高啊又低啊，不符合他们的音域。对，我觉得女中声部是我心中最不容易的声部，因为我们跟女中在一起训练的时间会稍微多一点，因为每一次我们唱的主旋的时候，他们都在努力的找和声，然后有一些可能还在女生比较吃力的低音上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挺不容易的，压力也很大，而且他们人数最少又要扛起一个声部的那种大旗，他们就需要每个人的声音更出来，然后更准确，所以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女中就像是会参加《完美音调》这个电影选角的班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烈的性格特质、个人特质，你知道看起来他们就非常酷，然后有一些人呢声音又非常甜，感觉他们好像凑在一起就是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一定会有非常美妙的声音碰撞在一起，有的非常低沉有磁性，有的又非常轻盈柔和，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变得非常的让人很想去细细品味。女中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像铅笔一样的声部。很多我们燃青的歌曲对于女中来说音是较低的，他们要去唱下面的音很难，但是他们又一直在铺在里面，然后很坚定。你想到他们就像是画画的过程中的铅笔一样，它勾勒出了一个快速的、清晰的、简约的轮廓。所以我觉得女中是一个像铅笔一样的声部。女中是最有情感的，歌曲有可能不是很偏高，但是他们唱的一半一半，真的是深入人心。是最浪漫的声部。女中自由鸟，他们给我一种，在整个歌曲里面像鸟儿一样，它一定是很惹人注目的，然后在中间，它不可忽视的划过又划过来，但是它又很自由，穿梭在每一个我们的主旋律里面，像自由的鸟，他们的性格也像自由的鸟。迷人的声部，就是我每次听到他们的旋律，都让我觉得我们不是同一首歌。就这份迷人，它不光包括他们的演唱的能力以及配合，也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怎么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困难，或者是我们克服了什么东西才在这里的。就看到他们其实也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的有活力以及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是很迷人。我觉得演唱是其次，首先是他们每个人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个人的魅力。